尊敬的面粉们好，今天你们赚钱了吗？赚钱估计是比较难了。目前这种行情能做到不亏钱都算不错的了，是不是？哎呀，最近面具人这几天没有录节目，不知道你们想我了没？我为啥没有录节目呢？我就是想让你们感受一下，在没有面具人节目陪伴的日子里你们自己如何能做到准确的判断市场行情，或者是在没有我的日子里，你们看了一些其他的那些给交易所打工的、给币商打工的、给项目方打工的博主，告诉你牛龟来了现在是反弹点位了，抄底的最佳时机，来抄进去。各位，这几天抄底儿的人应该是快升天了吧？反正面具人，我和我的会员，包括我的群友这段时间都跟着我空仓。那经常收看面具人节目的免费的观众朋友们，看到我节目的大方向指引，那现在也是没有被割，没有被这个熊市给砸到，是不是？偶尔呢，咱们抓一下跌破位置，比如说比特币跌破了24000、23000，以太坊跌破了各种整数位。然后呢，就会出现一个强力的反弹，你抓住这个点位赚上几个点跑还是可以的，但也仅此而已。目前这个市场行情，我们也只能做到这一点。我们来看市场行情比特币差点跌破了2万美金的大关以太坊差点跌破了1000美金的大关，直奔900去各位，来，回想一下我上个月到这个月的，包括我今天这一期节目之前的最后一期节目嘿嘿，尤其是我讲以太坊的这些节目，矿工们、炒币客们，来告诉我一直以来说的是，以太坊跌破了1700就有可能进入死亡螺旋。看以太坊，它先跌破1700，矿工们回本就难了，坐不住了，矿工们就会抛售退场很多矿工都会这样做，然后呢，就会造成再下跌，跌到了1300以后。这就已经是很多 DeFi 包括一些大机构基金的清算价位 OK， 他们被清算了，那就会制造抛压，继续往下跌。现在以太坊在1000多一点挣扎，比特币也是面临同样的情况。比特币从24000块钱开始挖矿就不赚钱了，什么蚂蚁矿机这个矿机那个矿机，挖矿就是亏钱了，更别说回本了，对吧？来，各位看一下这段时间币价的下跌的成因，是不是和你面具哥说的基本一致？准不准面具人往期的节目都在那儿我不吹牛逼，虽然我不提倡合约，但是呢，有很多看了我节目的胆大的观众跟对方向了，开了一些空单，这段时间还是可以吃香的喝辣的当然了，做合约是你们自己的选择，我个人呢是反对合约的我只讲大方向至于你看了我的大方向，你想怎么做那是你自己的事儿。所以呢，各位跟对我的大方向就能赚钱。节目开始之前呢，一定要检查一下你们是否打开了屏幕下方的点赞、订阅、小铃铛，否则呢，错过了面具人的财经讯息、政治风险预警、经济风险预警看面具人，我已经给你们预警过这一次的下跌了你没跟上我的节目，没打开点赞、订阅、小铃铛。导致了你没赚上钱，或者是被风险给割了，被政策给割了，那可不能怪我以后呢，我会在每期节目中间随机说一个数字，你们听到了，在留言区回复这个数字，包括你的狐狸钱包地址，那我就会从答对的人当中抽取1名，直接给你转钱。为了公平起见呢，你们的留言暂时隐藏，3天之后我会显示出来。那顺便把今天的这个节目，尤其是这段时间看了我节目的，避免了风险的，避免了熊市的，一定要把这个节目转发分享到3个平台以上，截图发送到我的邮箱，并且附上你的狐狸钱包地址，就可以参与抽取这个月的 NFT 大奖了。这些可都是可以卖钱的真金白银好，来讲正题，先来说一下美联储明天要加息的事儿肯定是要加息的，不加息的概率基本上是0.1%好。为啥面具人我有这么大的信心说美联储一定会加息呢？因为前几天美国公布了它的 CPI， 这个 CPI 又创了新高，创了40年以来的新高了根据这个消息，我们就基本可以确定了，这个月加息是板上钉钉的了，并且呢，有很大的可能并不是外界猜测的只加息50个点。
有可能是加75个点啊，这种巨大加息的可能性一下子就因为 CPI 指数给飙升了。那具体是加多少，我们明天就能见分晓。不过加多加少，对整个市场、对老百姓的民生来说，肯定不是好事儿啊。所以呢，我个人啊，根据这种现象，根据这种情况啊，我觉得以太坊、比特币会下跌到突破你们想象力的位置啊。接下来可能还会有比较恐怖的事情发生。虽然呢，你们今天看啊，比特币、以太坊在差点跌破了2万和1000这种牛逼大关的差一点啊，差点在这种情况之前稍稍的有点涨，但是这种涨幅和之前啊，从6万跌到2万了，从4万跌到2万了，从3万跌到2万了啊，从4000跌到了1000了。各位，你们觉得这一点点的涨幅和之前的下跌相比，是不是都不值一提了？所以你们不要被这种一点点的反弹就给迷惑了，就觉得啊，牛又回来了。所以呢，各位，你们仔细分析一下，现在整个市场行情就是这样，而且呢，人的思维包括经济啊，它都是有惯性的。一旦是陷入到了一种劣势和颓势，他想反过身来，想牛逼上去，难度就会很大很大。再加上各国的政策也不友好，所以我们现在没有必要顶着庞大的经济环境风险，顶着庞大的政治风险去搏那一点点的小利，什么反弹了、牛回来了，听懂了没？目前的趋势就是，比特币如果站不住2万1.2，以太坊如果站不住1万1，那比特币去1万9，以太坊去9开头的这种现象，绝对是会发生的啊！当然了，这种跌破位啊，你们还是可以抓一下的。比如比特币跌破2万了，以太坊跌破了1000了，到900多了，你是直接顺势抓进去，做一个超短线，闭着眼睛能赚钱，听懂了没？哦，对了，面具人，我如何能确信接下来的市场不容乐观啊？还有一个数据就是，目前很多币都开始流向交易所，而且很多 TVI 了，还有很多质押啊都被解除了，这些币都是要拿出来卖的，明白了没？所以呢，你们要小心明天加息消息公布之后的抛压。如果说明天加了75个点，那好家伙，吓人了，那真的是吓人了，不敢想象啊！就算是公布50个点，那剧本也有可能是啊，小小的反弹，然后呢，听懂了没？好，这是币的情况。那一说到币呀、经济呀，其实我们炒币呀、搞经济呀，是为啥？不就是为了赚钱？我们赚钱是为了啥？不就是为了生活好一点吗？但是生活好的前提是政治经济环境要好，可是政治跟经济又是不分家的，所以我接下来啊，要给你们各位，尤其是墙内的伙伴们，讲一下中国现在的政经环境啊，听懂了没？政经环境很重要啊，很正经的事儿。最近传出了河南村镇银行爆雷，爆了几百个亿，现在很多存钱的用户、储户们把钱取不出来了。而且现在官方的处理方式是，谁敢找事儿就处理找出问题的人，谁敢找事儿弄谁啊！而且呢，你不找事儿也不行，你这些不找事儿的人，以后想要使用银行系统，就必须要用健康码。健康码不过关的话，比如说你是红码、黄码，那你就用不了钱，听懂了没？各位，今天的这个结局，老观众朋友们可以给我出来做个证啊！我2年前的节目是不是已经精准的说过了这种情况？把健康码和你的银行和你的经济权关联到一块儿，这样的话，共产党就可以精确的控制你们每个人的行为和钱包了，是不是？我之前已经说过了，健康码、数字钱包这些玩意儿的可怕之处，其实呢，这些还不算最可怕的，真正可怕的是以物易物。中国现在已经全面开启以物易物了，我党现在都已经开始带节奏了，
带什么节奏呢？当然是以物易物好呀，欣欣向荣呀，能让老百姓得到实惠呀。来，各位仔细的看一看这支影片。经常听见有人问说，有没有那种看着不起眼、利润却大得吓人的小生意？你别说，还真有。今天呢，我给大家推荐一个在任何城市都可以做的小本蓝海生意，而且对社会有益。如果你能听懂呢，就说明你有机会在这里掘到金。这位大妈呢，把子女买来的自己却用不上的电饭煲、保健品送到了这个地方，换成了自己爱喝的牛奶和自己喜欢的衣服回去了。这个地方就是物品交易所，在这里能用等值的物品交换等值的物品。你可能会问啊，这也行啊？当然行了，这和其他交易所一样，物品交易所赚的也是交易手续费。上面这位大妈呢，换了这么多东西，手续费才不到5元，而且是拿闲置物品换的，大妈都心动，你想想它得多吸引人。这看上去是个小生意，实际上它是个大生意，因为这个领域已经有家头部企业，他们的物品交易所仅仅在5、6个城市线上线下结合，去年就做了几个亿的交易额，仅仅手续费就赚了大几百万，平台用户也是已经突破100万。就是这家即易通，即易通在技术上投入巨大，彻底解决了核心技术壁垒。不仅线下交易所火爆，导流线上后，线上商品也越来越多元化。现在他们正在不少的地方新建物品交易所，用户经常排着队去换货。参与换货的不仅仅有居民，还有当地很多库存不好消化的工厂，每年帮助工厂库存换货就达上亿元。这种物品交易中心的出现，让闲置资源开始流动，让物品重新流通，帮助企业解决了库存的问题。这就是商业价值和社会价值。目前呢，即易通正在招募合伙人，希望在全国建立更多的物品交易中心，让更多的闲置和库存流通起来，创造更大的交易额。如果你也想参与到这个蓬勃发展的新生意中来，点击查看评论区第1条。85，观众朋友们看完了吧？其实搞什么全国统一大市场，什么以物易物呀，就是党它充分的确定自己具有定价权、贸易权和控制权。你的现金、你的房子、你的物资，全部都不是你的私人产权啊！在中国没有私有制，只有党有啊！你所有的资产、所有的东西都是归党的。那如果说在这种情况下还只能以物，别叫啊！那如果说在这种情况下还只能以物易物的话，那更可怕的事情就会发生了。你辛辛苦苦赚的钱啊，能怎么花？这个钱的兑换比例是多少啊？100块钱能买多少东西？党说的算啊！甚至呢，党一不开心，就直接告诉你钱不能花了啊！你想要东西，拿东西换。党说1克黄金只能换1袋米，你就得换，不换你就饿死，对不对？反正钱又花不出去，然后呢，东西该怎么换？物资都是控制在党手里的，那党说的算了。1袋黄金换1袋米，你换不换？不换，不换死去吧，饿死你啊！或者去吃绿化带，而且就是这么不划算的交易啊！你去换完了以后还要交手续费，不然的话，刚才那个视频里面说的啊，以物易物，开个以物易物的站点就能赚好多钱。可问题是，这以物易物的环节当中没有钱去参与，怎么赚钱呢？哪来的钱能赚呢？当然是你们这些屁民去以物易物，易完了以后，物完了以后，然后呢，再把你们自己的存款拿出来交这个以物易物的手续费，交给谁？交给党呀，交给党授权的这些以物易物的单位呀。其实以物易物啊，这在货币缺乏、物流不通畅的前提下，是一个好办法，点对点，人对人实现物品交换，各取所需。可如今你还这样搞啊？人又不是不能网上转账，人又不是不能开车送货、空运、搞快递，对吧？啊，啥东西买不到，只要你有钱。可问题是现在不让你用钱了，而且呢，快递怎么送？现在给你搞什么网格化呀，这个片区管理呀，分区域呀，明白了没？你要快递，快递钱不让你用，东西呢你也不可能千里换物嘛，千里换物，你只能到人家的供销社里面啊，物交点里面去换。
这个做法啊，我党说是用来盘活经济的，可是经济没有钱参与，那它还能叫经济吗？对不对？然后呢，再搞这么一套啊，以物易物，把你们的物资啊，把这个物品啊，它的价值还会溢价高估。高估了以后呢，让你们换来换去，我告诉你，最终的结果肯定是你的东西越换越少的，不然的话呢？不然的话，党给你把东西越换越多，他吃多了吗？啊，你们把一个鸡蛋换成2个鸡蛋，一个鸡蛋换10斤米，换来换去，谁吃亏啊？党吃亏，你觉得可能吗？啊，你们都把东西换饱了啊，满屋子的物资，你们还出去上班吗？你谁还给党铺路、搬砖、挖地呢？种地呢？是不是？而且呢，你不但要换了以后呢，你东西放在那儿，手续费呀，然后这个券儿呀、保管费呀、存储费呀，全部都要收。各位，在这种情况下，你还搞什么以物易物？目的已经很明显了，对不对？不就是为了挤压你的钱吗？不就是为了压缩你自己的存量物资吗？你自己的物价权吗？最终的结果就是，你们每个人的生活压力会越来越大，吃不好，住不好，用不好，想用好，成本非常高。现在啊，在中国吃一顿什么火锅呀、炒菜呀，这个价位已经不低于你在美国、在英国的那种好一点的餐馆去吃饭了。我就给你举个例子啊，在澳洲，你去一个澳洲的好一点的餐馆吃饭啊，大家都知道，澳洲的人工费还是比较贵的，但是现在你在澳洲吃上2个菜1个汤，算下来也就是200块钱人民币左右吧。啊，实际上呢，你在中国，你去吃个海底捞，你去吃个什么川菜馆，你吃下来2菜1汤，差不多也就是200块钱。可人家澳洲吃的是什么水平？你中国吃的是什么水平？人家原生态的真正的好牛肉啊，有机蔬菜，你中国吃的呢打农药的菜，地沟油，是不是？而且呢，一不小心在哪个餐馆吃不好了，别人看你一眼不顺眼了，过来把你暴揍一顿，哎，你报警，你告也没地方告，对不对啊？人家敢揍你，人家就是有关系的，旁边的路人还冷眼旁观啊！你看5、6个老爷们儿围殴一个女的，没有一个人来拉架啊！哎呦我的天呀！而且呢，最后那个被打的现在销声匿迹啊，全部的都是隐藏的黑箱处理，太可怕了。各位，政治环境就是这样啊。我们赚钱是为了啥？我们生活是为了啥？你们一定要仔细的、好好的想明白这个问题啊！共产党搞来搞去，不就是为了要挤压你的劳动力？听懂了没？不单单是为了钱啊！你的钱少了，你就会卖命的干活啊，你的劳动力就上来了。关于投资的话，目前整体市场环境不好，所以呢，你投资还是以投机为主吧。就像我刚才说的，抓跌破位啊，做超短线。其他的呢，我建议还是玩这种保守稳健为主的投资。最近我也在开发一些稳健项目啊，不要再相信什么高息质押一夜暴富了，今天投资明天翻几10倍了，就跟那个跑鞋一样，告诉你啊，鸡生蛋，蛋生鸡，你每年就能赚几百万、几千万。啊，你一个月赚几10万啊，一个月翻几百倍啊，每个月玩家300多万，超越魔兽世界。各位，现在想一想，从去年到今年有多少吹牛逼的神话，尤其是币安系列的吹牛逼啊，哪个牛逼实现了？现在这种行情啊，机构都被割了啊，高手都被割了啊。当然，面具人我没割啊，我没被割啊，我是高手中的高手。可是呢，目前也真的是没啥好项目，我这种高手也不敢瞎操作了。有的话，我会提前在会员群里面放风的。那至于各位，你们对自己的操作能力没有自信的，或者是担心啊，对接下来的行情判断不准的，走错路了，导致自己亏钱的话，你们可以跟着面具人我一起操作呀。那面具人我的预判能力已经不需要再证明什么了吧？这2个月，你如果都及时的收看到了我的节目，跟着我判断对方向的话，那肯定是避免了被割肉的这种下场呀，肯定是避免了
被这种大熊市给坑钱的下场呀，甚至呢，你还是能赚钱的。所以说呢，如果你想紧跟我的操作策略，或者是参与我接下来的新项目的话，那就请下载 Line 或者 Telegram， 搜索添加 ID Maskman118，办理会员入群手续。或者呢，你还是可以继续的孤独的行走啊，哎，也可以跟着那些什么牛归来了，操！我说牛归来了，你生气啥呢？看我的鹦鹉都不信牛归来了。祝你好运，拜拜。